我们已经讨论过，中医是由道而术的医学，而且这个道来自于天上，是古人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的结果。那古人仰观天文，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才得到这个道的呢？我们中华大地在北半球，那么我们仰望天空，首先我们能看到一个横线圈。什么叫横线圈呢？就是一年四季天的中心有那么个区域，你什么时候看它都会在那个地方，这叫横线圈。而且横线圈的正中有一颗明亮的星，我们称之为北极星。这就是古人观天的天的终点，它正好在地球北极这个轴的上方。这个北极星古人就把它命名为帝星，就是它像皇帝一样。北极星叫做帝星，而北斗七星就叫做帝车，说是这皇帝坐着这个车巡视天下。那北极星所在这个区域叫做紫微垣，还有太微垣，就是大臣居住的地方，另外还有个老百姓居住的地方，叫做天市垣。这就是所说的三元，三元就在天的横线区这个位置。那天之外还有28星宿。28星宿根据北斗七星的期数4、7、28分为4份，分别称之为左青龙、右白虎、上苏雀、下玄武，这就是4神兽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仍然有方剂以这4项来命名，比如说青龙汤、白虎汤，当然也有朱雀汤，也有玄武汤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中医的方剂也是可以根据对天象的理解来命名的。我曾经说过，中医是被设计出来的医学，那它必定有一个模板。那它这模板来自于什么地方呢？就来自于天上。方才我们举例说明的这个方剂的名称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那这个星座呢，是不可以全天候的看见的，而是4季当中有不同的星座显现出来。比如说春天的时候，青龙从左升起，我们就叫做2月2龙抬头。那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正中间北极星，然后北斗七星，然后外边是28星宿，像不像一只表？这只表呢，帝星为正中，表针儿就是北斗七星，然后周围28星宿就是表字。
古书记载：斗柄东指，天下皆村；斗柄南指，天下皆下；斗柄西指，天下皆秋；斗柄北指，天下皆冬。这就形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历法的最初的四分历。我们曾经讨论过，《内经》当中说：“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。”就是说，人的生命节律和天地之间是同一个模式。这就是中医的时间医学特性。那既然是时间医学，在时间上一定有一个参照系。这个参照系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上这块大表。28星宿就为我们人体的生命节律提供了更加精细的坐标。那我们要问了，为什么要有28星宿呢？所谓28星宿，其实是根据月亮而设定的。月亮以28星宿为参照系，每一天月亮东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背后这个星座，隔一天又看到下一个区域的星座，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一宿。这个宿字就是旅电，其实就是月亮的旅电。那每天我们看到月亮背后的星座不同，那月亮围绕着地球转一圈，就是一个月。这一个月一共是30天，其中28天我们可以看到月亮背后的星座，那还有一天我们看不到月亮。另外，月亮转的时候，地球也在转。比如说，我们大指是地球开始那个位置，月球转一圈，但是地球也在自转，所以说月亮还要加一天。所以呢，28就是月亮在天周所做出来的区分。由此看来，太阳、月亮为阴阳之象，还有5大行星为五行之象，然后还有28星宿，还有3元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星象体系，叫做3元4象28星宿。